大家好啊，我是戴红。前一段我做视频，总感到有些心不在焉，很难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。一开始我很不解呀，难道我是一个非常懒惰、干什么事情都很敷衍的人吗？当然不是哈。后来我发现了问题的根源，那就是持续的久坐，貌似对我的健康造成了一些小小的影响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哈，我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现在都躺着做视频，感觉好多了。今天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哪一种动物最躺平、最不忙碌呢？当前地球online所有动物的一生中必不可少的核心任务只有两件事：生存和繁衍。因为不繁衍的绝后了，不生存的都寂了。而如何完成这两大任务，就决定了这个物种是过上了地狱难度的内卷生活，还是开启了天堂模式的摆烂生涯呢？在说哪些动物最躺平之前，咱们先来看看那些把日子过得苦大仇深的内卷选手。这帮老铁呀，属实是地球online里的冤种代表。他们在觅食这方面是十分费劲，耗时耗力，投入产出比是极低。另一方面，生孩子也是难如登天，生得少，活得难，繁育周期还特别长。这一类生活特别累的动物，咱们很熟悉的猎豹正属于其中之一。虽然它的敏捷度拉满，但它的捕猎成功率是极低呀，不足20%，绝大多数时候是白跑一趟。能量条见底之后，不得不大睡一觉。毕竟非洲大草原可没有莱纳斯带它回家。生育方面更是悲剧，一胎就2到4只，幼崽成活率低得离谱，70%以上都会被别的食肉动物给掐了。母豹独自带娃，2年才能缓过来再生一次。这日子过得不仅卷，更是卷了个寂寞。咱们的国宝大熊猫长得可爱是真可爱，但是在生存和繁衍这两方面，更是拉了胯。这哥们儿啊，选了个性价比极低的主食竹子。竹子这玩意儿营养不高，熊猫每天得花12到16个小时啃竹子，极其耗费时间。生孩子这方面更是大熊猫的短板。雌性大熊猫仅在2月到5月发情，且最佳受孕窗口只有1到3天，错过了就得再等1年。一胎生1到2个，往往只能养活1个。幼崽出生时发育极差，还得精心呵护2年，这属于是觅食和生育都跟不上版本了，险些随着版本的更新寂了。像这种生活极其劳累的动物还有很多哈，比如长颈鹿，每天吃树叶16到20个小时，脖子都伸累了，还得坚持站立姿态，卧倒之后战斗力更是急速下降，很容易被gank。美洲的树懒还有澳洲的考拉，虽然动作缓慢，看似悠闲，但能量摄入效率是极低，敏捷度被锁死了，时不时还得昏睡一波解毒。当打野来捕食的时候，只能挥舞着无助的小手，看起来是十分心酸呀。还有角马、非洲水牛这样的地球online御用 NPC， 这帮哥们儿都在生存和繁衍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，每一天都在规避gank的同时，耗费大量时间疯狂干饭。有些种类还得时不时更换模拟器，经历和老鳄水中共舞的惨痛经历。与这帮大冤种截然相反，自然界里还有一批仿佛发现了系统漏洞的顶级躺平选手，他们用近乎开了挂的适应能力跟上了版本，把版本红利吃了个痛快。首先是北美神兽小浣熊，这哥们儿在城市里简直是混得风生水起，觅食那是相当的轻松啊，杂食性。垃圾桶里、河滩上，食物是随处可见，每晚随便花1到2个小时，翻翻找找就饱了。生育能力更是强悍哈，一胎3到7只，1年1窝，适应力极强。在大部分动物对智人的城市化感到无语凝噎的时候，小浣熊直接选择了加入，吃了个5饱6足。在北美还有另一位人气极高、大家喜闻乐见的顶级躺平选手——美洲黑熊，见到啥吃啥，从植物到昆虫，从水果到实体，从饼干到可卡因，每天花个1到3小时找吃的，其余时间大睡特睡，生活是悠闲到了极致呀。生孩子这方面，美洲黑熊也是相当在行，一胎2到4只，存活率非常高。现存的所有熊科成员里，美洲黑熊的数量比其他几种熊科老乡的数量加起来还要多，可见美洲黑熊生活的是多么的顺风顺水。在澳洲地区，野兔堪称是史诗级的入侵物种。这哥们儿在生育方面和自己的啮齿大目老乡一样，有着善于大生特生的代码，1年能繁殖4到7窝，每窝3到8只，这繁殖间隔短得令人啧舌。觅食方面的投入简直可以忽略哈，野草遍地，张嘴胡乱啃点就能满足能量的需求。只要环境合适，野外种群数量那是爆炸式增长，让澳大利亚的袋鼠们感到头皮发麻呀。还有那些生活极其佛系的陆龟们，加拉帕戈斯象龟在恰饭方面是相当心平气和哈，低矮植物就近可取，每天吃不到2小时，剩下时间都在发呆和休憩。虽然生育周期相对较长，但一次产卵10几枚甚至几十枚是量大管饱，寿命极长，成年后几乎不用
用担心被干克，属于是稳扎稳打的龟仙流躺平流派，想得开挺得住，值得大家学习哈。尼罗鳄也是如此，鳄鱼叔叔在觅食方面主打一个守株待兔，伏击在河边数周才进食一次，平时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晒太阳睡大觉。生育方面更是离谱，单次产卵20到80枚，虽然护巢的时候比较辛苦，但产量属实惊人呀，基数巨大，后代存活率也不低，种族值分配极其合理，不用奔波就能吃饱不用频繁生产就能后代满地。其他生活比较悠闲的动物，比如有鳞目的绿鬣蜥头顶的树叶伸舌头就吃；港海豹近海鱼虾密集，使用潜水术张嘴吃2下就饱；北美的白头海雕平时不捕鱼，食物不丰富的时候对着腐肉大吃特吃，不用追不用跑。这帮双重躺平的动物基本都过上了饭来张口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。然而在摆烂躺平这方面，各位都还没有经历过时间的检验。在躺平这个领域，动物界里的传说级王者只能是海绵呀。多孔动物门的海绵们在5亿年前的寒武纪甚至可能是更早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前便已存在。这些海绵们幼年时随心而动，随水流而行，成年后固定在海底，几乎一动不动。既有肉食选手，也有更摆烂的内共生选手，和绿藻这样的开孵选手进行合作，从中获得营养物。在繁殖方面，更是有无性繁殖的个体，也有有性生殖的个体，而且大多数有性生殖的海绵还是雌雄同体，丝毫不存在性压抑这样的问题。寿命方面更是令人震撼哈！生活在南极深海中的一种六放海绵，巨型火山海绵，寿命可长达15000年之久，比整个人类文明的时间可能还要长远。关于动物界内卷与躺平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就点个3连击关注。我是戴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又是普通一天，加油吧大家！